嗨，大家好久不见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去年10月份的我过得蛮充实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去 Fort Langley 一日游，然后因为我的寄宿家庭只住了2个月，所以在这期间我看了3间房之后，挑了1间入住。有兴趣的话，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自己很喜欢收集各国的钱，你们有喜欢收集什么吗？没错，我又来吃德意了。这次是跟不同的朋友来的，绝对不是因为它好吃。我每次来这个图书馆都觉得它很漂亮。真的，我终于要来办图书证了。顺便印驾照中班要用到的文件，因为他办事处的地址没有写在几楼，所以我在1楼徘徊超久。如你们所见，其实他也不用印什么文件，因为办事处原本就有提供，结果是在 Google 评论上找到在22楼，所以办完后我立马买了甜点加果汁。这个起司塔超好吃，可以回购。因为尽量很早出门，所以后妈昨晚帮我放了早餐。温哥华在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慢热天气，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去 Fort Langley 吧。拿相机在拍的时候还被路人搭话。路程远到我朋友的英文猫离家出走，超好笑的。这里根本是小朋友的天堂，有很多糖果、饼干，还有冰淇淋。第一次看到有人现场制作枫糖棒，把枫糖淋在碎冰上后，再用冰棍卷起来就好了。上次看到的踩高跷应该是台湾的庙会了，这平衡感要很好，超佩服。这里就会摆很多手工艺品、农产品，还有餐车的摊贩。这里每个 festival 都会有音乐表演活动。这位爸爸还带着他女儿跳舞，超可爱。本次节庆的主角登场。这里是 Fort Langley 拍景点之一。有人跟我一样也喜欢逛古董店。你以为我们兰迪之旅就这么结束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要去号称是加拿大最大的独立玩具店。虽然我什么都
没买单，我觉得你们超好逛。我在那里逛到相机没力，还被其他客人以为是电影。Finally getting married to an angel in human form, but I still think about Nashville. We're staying near the right call, and it's always gone too fast, like a trip to the beach or the life of James. 因为来回都是搭公车，所以这趟旅程大约花了12个小时。如果有车的话，还是建议开车去比较好。我昨晚又先跟爸妈说我会回来，所以他们也帮我留晚餐。上个月来的时候，其实没有逛到什么，所以我自己来一次。虽然今天下雨，天气不好，但这个土耳其马赛克灯还蛮好看的。这附近就会有办一些展览啊，还是文创小店可以逛。这里的海鸥很凶，是会偷你食物的，大家来这里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哟。有喜欢薰衣草的人可以来这间店逛逛。他卖很多薰衣草的产品，我也很喜欢逛这种有关雏菊烘焙产品的店。这个松鼠开核桃的也很可爱。是从台湾进口来的释迦。是超长的法国面包，这间贝果生意很好，是需要排队的。记录一下在温哥华第一次看到老鹰。写着各公园的欢迎告示牌，又来到一个有既视感的地方，很像白河水果同园。女校同学今天带吉他来弹，开启我的找房之旅。女校的每周五都是考试跟毕业典礼，突然变得很社牛，还跟我的竞争对手去逛了 Costco 和吃午餐。今天的行程是看火车和看艺术展，在这个温哥华最古老的遗产建筑 Roundhouse 里面。它展示的是374号列车。地板上的每一块砖都是用人名拼接而成的。他们的服务人员在问我是来自哪里后，给了我中文解说表。到隔壁栋看 Outside the Arts 非主流艺术展，这是我里面最喜欢的一个画家。可以拿护照时间很尴尬，所以只好跟老师请假提早去拿。看邦之旅最终回，猜猜我最后选哪间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一个吃南瓜派大胃王比赛。
今天早上6度，饭后甜点是冰淇淋，晚上获得微烧的我。明天就要搬家了，结果今天才在整理，很像拖延症我会做的事。家庭时间大约快5点，结果现在早上5点半就要搬家。究竟为什么天还没亮就要出门呢？因为我要搭1次公车，再转2次 SkyTrain， 为了要避开人潮，所以这么早出门。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所以超忙的。这里很像在业配行李箱，多滑顺不卡顿，但我没有在业配。成功抵达我的 share house， 接着赶场跟我的室友妹妹们去溜冰。我的溜冰初体验整个过程要赞助重点是我还干了。Still hurt me just as bad when I got sober. Everyone around me's found a way to let it go, but I can't help but focus on the things I can't control. 看洗冰的过程超短，但我们赶时间，不能等它洗完再继续溜。今天的最后一站就是后妈生日派对了。我的希腊料理初体验，虽然我已经忘记店名了。第一次吃羊排，我觉得很好吃祝我的后妈生日快乐啦！今天穿的用的都是上礼拜临时买的。吃完最后一次的寄宿家庭早餐后，就要正式搬家。入住我的地下室雅房。万圣节应景一下去买了巧克力，然后再画一个低成本又低调的妆容。其实我在寄宿家庭住的这2个月都没有什么水土不服。
我的红爸每天早上都会叫我们起床吃早餐，然后晚餐做好的时候也会来叫我们。除了饮食上口味偏重咸重油以外，再来就是过期跟过了赏味期限的观点不同。如果来温哥华游学的话，可以体验看看，但遇到什么家庭这还蛮碰运气的。搬家的时候，后妈也给我礼物。那我们就下集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